今天是乐宝去韩国9年后的第一次假期，爷爷帮乐宝给姨姨们请了个假，让乐宝今天在家休息休息。根据爷爷们的观察，这2天乐宝亲团有些排泥，所以让乐宝在家先停业观察一下。而瑞宝、辉宝这里则背负起了爸爸的那份责任。早上出门去室外时，姐妹俩都很听妈妈和爷爷的话。虽然姐妹俩出门后都困得不行，眼睛快要睁不开了，但依旧会面对着姨姨们努力营业。姐妹俩困得迷迷糊糊的样子，还在强撑着营业，这可爱的模样简直太拿捏姨姨们的心了。而此时，墙头上的永宽正偷偷记录着这一幕，旁边还架了一个新机器。姐妹俩看了还疑惑，今天永宽怎么和姨姨们一样拿起大炮筒了？而今天辉宝又吃上了窝头，可谓是给足了永宽面子。不过辉宝表示不能太过分，一点一点的是可以接受，但是窝头一旦太大，辉宝还是过不去自己心里的抗拒。不过这对永宽和辉宝来说已经很好了，起码证实了辉宝是可以吃窝头的，只是需要一点一点的适应。永宽喂完窝头离开，姐妹俩也没有调皮。妈妈在饮水盆旁睡觉时，姐妹俩一人一个小床，自己在小床上吃竹子玩耍，谁也不打扰谁。乐宝吃着吃着，还随着妈妈样子来到小床边缘，翘起尾巴缠起了青团。谁带大的娃就像谁，这一点真没错。爷爷左手一只瑞宝，右手一只辉宝，走在下班路上。开始时，瑞宝看到爷爷只抱妹妹不抱自己，还吃醋了，于是便主动跑了过来，将爷爷内心乐开花了，心想这下省事儿了。而今天爱宝在来室外园区玩耍时，彻底放飞自我了，自己玩自己的，根本不想带娃，疯狂抓树皮。而从野生动物角度上来看，爱宝的这个行为是在告诉其他动物，这里有大型动物警示不要靠近，更是为了不让其他动物来伤害宝宝。当爱宝确认自己的标记和留下的抓痕够用了时，便坐了下来，将瑞宝和辉宝搂在怀里一起玩耍，让瑞宝和辉宝充分享受着来自自己的母爱。2只小团子围绕在爱宝身边，画面看上去甚是可爱。而宋爷爷此时正在隔壁乐宝园区为乐宝修理小木床，之前乐宝给自己年龄立牌的拼音缩写啃掉了，这次爷爷不再只用胶水，爷爷进行了2次加固，不仅用胶水，还用钻机进行了打孔，然后用木头进行2次固定。用木头固定既可以达到固定的作用，如果乐宝再次进行啃咬的话，也没有什么危险。一会儿，瑞宝趁妈妈不注意，自己来到了小树前，对着爷爷的小树啃了起来。这下福宝又多了新的帮手，为园区早日呈现黄土高坡的情形大大缩短了时间。因为瑞宝和辉宝只营业1上午，下午福宝需要回来休息。爱宝到点时便叼着瑞宝和辉宝往家走，为自己的大女儿腾地方。现在瑞宝出门后，爱宝给瑞宝看得越来越紧了。今天瑞宝走哪儿，爱宝就跟哪儿，主要怕瑞宝又做出出格的事情。早上爱宝一出门就开始盯着瑞宝，而对辉宝那是100个放心。不过辉宝也确实如此，爱宝跟着瑞宝围着园区转了一圈回来，辉宝还坐在原地没有动。但妈妈和姐姐一直黏在一起，以至于辉宝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冷落。爱宝赶着瑞宝回家，却没管辉宝，这给辉宝气的觉得自己有点没被瞧得起。辉宝望着妈妈和姐姐离开，在园区开始撒泼打滚，跟妈妈示意，你俩就等着吧，等哪天我也爬到树上，让你们瞧瞧，让你们刮目相看，让你们再也不敢这样轻视我。一会儿辉宝回到家，依旧是特立独行，根本不黏妈妈，自己去到了小树上吃竹子。就这样在树上一边吃竹子一边看着妈妈和姐姐。不过也不能怪爱宝对辉宝冷落，只能说瑞宝最近太黏爱宝了，这一点早在1周前江爷爷就发现了，还发视频告诉过姨姨们。瑞宝向来对事情和环境敏感，或许瑞宝是感觉到自己快要和妈妈分开了，毕竟除了爷爷们觉得瑞宝辉宝是时候独立了，就连圣西姨母在节目里也开始提及这个事情。饲养员们相互谈论时，瑞宝指定是偷偷听见了，所以最近瑞宝才一直黏着妈妈，舍不得和妈妈分离。送头又收不回去熊了。今天是3只，辉宝在树下惬意地吃着竹子，瑞宝在树上已经开始打呼噜了。通道门打开，姐妹俩就当看不见了。早上出门，瑞宝、辉宝今天都没有依恋室内园区，姐妹俩开开心心来到室外园区，一起爬上小树。瑞宝抱着辉宝，将辉宝留在怀里，上演着姐妹俩情深似海的画面。瑞宝表示自己简直不要太爱自己这个妹妹，怎么都稀罕不够。姐妹俩合理划分着小亮台的位置，一起趴在小亮台上晒着太阳，这画面感尽显岁月静好。姐妹俩在树上一趴就是1个小时。姨姨再次排队回来时，以为瑞宝、辉宝会回室内呢，没想到瑞宝、辉宝这时并没有回去，
辉宝这里四仰八叉的躺在通道门口里，为了不让爷爷给门关上，辉宝故意留一条腿在外面，给老宋头拿捏的死死的。今天不仅瑞宝、辉宝没回去，就连爱宝也没回去。今天爷爷们给室外的竹子放的有点多，爱宝迟迟没有吃完。爱宝向来只有将竹子全部吃完时才会去想别的事情。瑞宝在树上，辉宝守在通道门口，爱宝在吃着竹子。老宋头站在门口苦苦呼喊着，一直喊到爱宝吃完竹子。爱宝路过辉宝这里，爱宝的感召能力莫名的就给辉宝带走了。爱宝走到通道门口时，发现了刚才辉宝在门口留的标记，还停下来仔细闻了一下。而瑞宝这里对于回家看来又成了问题，因为瑞宝这时又睡着了。张爱宝正在园区吃早饭，瑞宝、辉宝正在园区各自玩耍着。爱宝吃饱后去到饮水盆前喝水，辉宝则又爬上了福宝姐姐上树用的独木桥。爱宝早饭过后回家休息，江爷爷这时来到园区替爱宝带娃。江爷爷站在滑梯上逗瑞宝玩滑梯，江爷爷率先滑了下去，让瑞宝跟上自己。瑞宝连跑带滑的溜了下来，接着江爷爷2个小碎步又跑了上去。瑞宝现在腿稍微有点短，半天跟不上爷爷的步伐，但瑞宝想和爷爷一样反向爬滑梯。瑞宝想直接从滑梯的中间爬上去，瑞宝一顿折腾还真的成功了。聪明的瑞宝小手一边抓着滑梯，一旁小腿努力的往上攀登。就在瑞宝马上成功登顶时，江爷爷伸出了罪恶的小手，给瑞宝又推了下去。江爷爷什么时候跟宋3岁一样了？指定是宋3岁带的。滑下去的瑞宝不再从小滑梯上往上爬，而是改道爬到了小木床上。等瑞宝来到小木床上后，江爷爷又下去了。瑞宝被爷爷逗得气喘吁吁的，走路都不稳了。一会儿，瑞宝和辉宝开始一起在江爷爷身边环绕。辉宝给爷爷撵到了独木桥上，瑞宝看到后立马从滑梯上滑了下来，也过来和爷爷玩。辉宝看到姐姐跟爷爷玩后，高冷的去到了一旁的小亭子上。而江爷爷看到辉宝跑走后，开始在独木桥上呼喊着挥挥挥，再次给辉宝吸引了回来。辉宝通过独木桥走向爷爷，虽然辉宝现在走独木桥还不是很稳，但安全意识很足，每次要摔倒时就立马趴下抱住独木桥，不过也有来不及的时候。而瑞宝自从体验过滑梯的正确打开方式后，似乎喜欢上了玩滑梯的感觉，姐妹俩玩转着园区的各个角落。而此时的爱宝则正在爷爷的通道门口趴着，辉宝在小亭子上面，瑞宝则在小亭子的爬梯上给自己摔来摔去。瑞宝从爬梯上摔下去后，小表情依旧不失可爱，姐妹俩相互陪伴，互相玩耍着，尽显岁月静好。辉宝拿着一根竹子走上了独木桥，下一秒辉宝转身坐下。辉宝喜欢坐下后向后躺去，但结果辉宝忘记了自己这是在独木桥上，一下摔了个倒栽葱。辉宝为了缓解尴尬，赶紧给自己调整了姿势，小脚扶着竹子，小手拿着竹叶，表示自己这是故意的。盛熙姨母看破没说破，若无其事的从辉宝身边走过，不然辉宝更难受。只不过当姨母再次回来时，辉宝就忍不住刚才憋在心中的委屈了，走到姨母身边，想让姨母揉揉抱抱，像是个求安慰的小孩。经过姨母的抚摸和安慰，辉宝很快就好了。而与此同时，乐宝这里园区的雪本已经都融化了，但爷爷和姨母不知道从哪儿又给乐宝搞来2大块雪，看得出对于乐宝饲养员们从来没有过忽视。一会儿下班点到了，今天宝家成员史无前例的都在睡觉，没有一个愿意回家的。姨母给乐宝和爱宝的2个通道门都打开了，但是两边都没有想回家的想法。园区只有姨母在2个园区不断呼喊的声音，姨母喊半天对两边都不起作用。这时老宋头来到园区，老宋头打算先从最容易的爱宝下手。老宋头给爱宝又送了些新竹子过来，爱宝看到竹子就仿佛是打开了开关，只要见到竹子，爱宝就会开启吃播模式，而通常爱宝吃完竹子后就会回家，所以爱宝回家的问题这样就算解决了。但瑞宝、辉宝这里其实已经醒了，就是单纯的不想回家。而乐宝这里也一样，也在忙碌着，就是没有回家的想法。